还有民意，就是说等疫苗，因为我们是民主国家嘛，我们的那个登记的那个平台选项不是可以自己选吗？对不对？而且总统也说了，轮到你就去打。那不知道什么时候轮到我选了莫德纳，那现在很多人还在线等啊。此时此刻呢，疫苗真的是见底，疫苗短缺。那我不知道会空窗到什么时候。那我觉得对百姓来说，现在人心惶惶因为身边很多人就会讲说，完了，那你会不会到最后不选高端就没得打了？就是你中间有一个这么大的落差，那很多如果像我们第一季都还没打的人，也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他可能接下来莫德纳来 BNT 来，他会先补第2剂，对不对？那我们想说，哇，那我们只能靠高端了，是不是？所以担心的就是说，第一季的人啊，现在登记的是1200多万人嘛。打了800多万人，所以有380万人左右，就是像千惠一样，是等着第一剂，已经预约意愿了啊。然后他现在还没有给你排程的人，在线等。对，那这些300多万人，我要先请问这个陈部长哦，你能不能担保他们打得到疫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能不能担保他们可以选择疫苗？对，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说，如果说他们在9月以前没有办法打到疫苗的话，我们的这个解封、微解封会不会有重新考虑的问题？这就是环环相扣，覆盖率的问题。所以到目前为止，如果说以一剂为例的话，大概是打了36%嘛。那36%，那如果说还有300多万人已经有意愿登录的人。他如果也打完的话，可以打到1200多万剂，大概就可以到快50%嘛。这还勉勉强强，在8月或9月大学开学以前，有这么一个叫做集体的这个覆盖率，还不能讲保护率，因为现在保护率没人敢保证。对，那现在就是已经这个到今天为止还剩下的疫苗还剩下的疫苗大概是160万4千剂。160万4千剂，这当然是不包括他前几天说已经有20几万剂的高端的，我是把它扣掉为什么要扣掉？因为高端的至目前为止是台湾的 EUA， 但是它在国际上还没有被人认可嘛。对，所以我想我们还是用已经达到国际认证的 AZ 跟莫德纳加起来164万剂，所以千惠很有可能是打得到啦，是打得到，但是刚刚讲有380几万人还在等，对，只剩下160多万剂，所以2个人要抢1剂嘛，对，那你就要跟你的这个一起登录的人，看看谁先抢到，对，这就涉及到顺序跟优先的问题。那之前大家还是我也要去抢残剂，大家一团乱就是他现在不太敢公布残剂就是他再公布下去的话，刚刚那个数据他就会抓不准了，对，会变。那所以会不会有人在施打的外面等呢？会啊，一定有。那我们台北可能大家比较不敢，中南部应该很多在等残剂。对，那我是觉得像上次花莲那个为了残剂这个跌倒那个事，真的不要再发生。所以还是请老老实实跟国人讲，在现有的存量只剩下我刚刚讲不含高端160几万剂。施打意愿未打的人有380万，这个2个人抢1剂这件事情，你到底要用什么方式？如果用按年龄，大概是最公平的。对，可是他也忘了最近看到一个数据，因为要开学了，补习班、学校老师、学校工作同仁，有人还没打到。这些人是用靠造册，还是让他用年龄再去一个一个慢慢打？这是第一个，因为要开学。对，第二个，我们也看到他说这个运动中心。因为国人闷坏了，好，游泳池，好，有一些地方的工作者要先打完才会开，是这些人是用年龄还是用造册，都讲得不清不楚，对，而且游戏规则一直在变，每天换，所以连游泳池业者也搞不太清楚，对，大家都搞不清楚。对，那还有呢，最近也有一个比较特别，像夹娃娃机嘛，对，夹娃娃机业者一直在 complain 说，他们明明是无人商店，对啊，结果也不能营运，对。后来他现在定一个说，大型的夹娃娃机的场地呢，你要有人24小时内呢，要如何随时做这个定期筛检，那要人，那个人要不要去打，也是要嘛，对。那所以这个疫苗之乱就发生在说，只有一个预约系统。同时，有人不会预约的呢，就靠里长们去赶快宣传，之后又用年龄分来分去，然后再用高风险群第7类、第几类、第5类，非常非常的乱。
所以剩下100多万剂，300多万人有意愿，这个空窗期就是势必会来。那大家担心的就是说，那我们能不能打高端？对，对，160万剂是不含高端的。那如果加上去呢？陈部长前天说，目前才20几万剂，我不会铺货下去了哈，要到50几万剂。他要做50几万剂容不容易？很容易啊，因为我们还没有审议，他就做出来了。是啊，是啊，对啊。EUA 开完之后，他就送到，对啊，封针作业也做完了哈。所以我相信啊，如果说高端，它真的现在只勾高端的人大概是17万人，合起来复选的人。含高端是100万人，对，我记得是这个数字。所以如果说这个必要的时候，它高端上市，那我就想问千惠啦，你会不会改？你是签莫德纳嘛？你会不会改勾高端？是不是？这是不是强国人之难？不是，而且你知道，大家有种恐惧，就是会很怕到时候自己变成疫苗边缘人。是，也就是说。我觉得到时候可能很多限制会出来，因为现在欧美已经是这样。比如说在美国，他们今天不是说吗？如果你没有打过2剂疫苗，可能不让你入境了。针对一些外国人，那他们很多像公务员不用讲了，你到餐厅内用什么，你可能都要拿出你打过疫苗的小卡。对，那我怕台湾也这样啊。那甚至以后包括你找工作，也要先看你疫苗有没有打了。所以大家在这种心理压力之下，不得不被迫选高端。所以选高端现在是说，那你选也没关系，问题是有保护力吗？我们看到的那个虽然是有点残缺不全的会议记录，好歹是个会议记录，很多专家也都是在质疑它的保护力的部分，不是吗？他目前也有专家质疑免疫桥接的做法，都是啊。他目前是全球唯一用免疫桥接得到国家 EUA 的嘛？对啊。那所以现在大家在问的是说 EUA 的委员哦，你是认为台湾的 EUA 是基于已经公卫上紧急性？然后没有任何疫苗可以买可以用所以才通过。看起来不是，他们也知道，现在目前国际上面虽然有几支认证过的，那高端基本上是台湾先自己做一个实验，然后加上免疫桥接，他们说这样的方式国际是认可的。对，那我们是第一个，其他国家可能还有。好，那先不谈这个，我还是讲空窗期这件事情是政府自己的采购政策出的问题。对，出问题。空窗期是我之前讲，你去年在谈这个 BNT 的时候，如果你就让不管东洋还是哪一家公司已经采购进来了，这个时候我们的选择权里面搞不好是5种，不是4种你不要把联雅算进去，搞不好是4种。结果这些都没有到现在了，没有人负责，连监察院要调查，还被苏院长讲说，你现在不要来乱。对。它本来就是决策跟执政上面要负责的议题嘛，跟问题。好，那现在空窗期8月跟9月，我刚刚讲为什么9月是关键，就是在讲疫苗的覆盖率没有到60%。对，随时会有这个叫做解封之后又要再恢复的可能性。那第二个是有一些特殊的行业，你现在不让他打，所以空窗这件事情，他最后被迫可能是让刚刚讲造册需要的人又把量拿去了。对，所以你们还是要等，继续等下去。没错。那最后我还是要问，高端如果他真的50万批下去了，当时有人勾17万人勾嘛，这些人到时候会不会改变？他可不可以改变？如果他发现现在数据越来越特别，比如说人家的 EUA 的这个审查会议是200多页的报告，台湾只有20页，然后专家讲到的，不管是什么 T 细胞啦，或者是免疫桥接这些保护力的，不代表这个效价不代表保护力。如果当时勾高端的这17万人听了这么多之后，他想要改变，可不可以？对，应该要可以的。对这是人民的选择嘛，所以我才说好。那有一些人到最后8、9月还是打不到，要等 AZ 来，还是要等莫德纳，还是要等这个10月可能 BNT 会进来。目前听起来陈部长是只讲说8月中下旬高端可能可以打，他没有讲 BNT 8月中下旬9月能不能进来？没有，他只有说这才是我们现在最担忧的地方。对，好，那先再回到高端上，就是说高端。
大家没信心的原因是，你在看国际上，现在这个变种病毒都已经变了好几轮了，好，可是我们还是用最基础的那第一轮嘛。那我简单来讲，就是说，台湾等于是在拿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武器在打二战哦，是这样子，是不是？所以你刚刚提到的那些非高端不打的人，也有可能到后来改变心意啦。我是觉得他们有权利改嘛，对，当然有权利，你也可以再调哈。对啊，那我们要打第二剂打不到的人，我们到时候要怎么选，也是个问题啊。对，对。那高端，那搞了半天，会不会高端最后不受青睐啊？还是也不会？因为很多人是说他们在这个国家的资源上面给他研发费用啊，给他制造生产的这些挹注大概是7、8亿嘛，所以这个一定会让他走到这个必要的量里面去。因为那这巨打呢，如果民众它可以作为外交再转正啊，因为它像是已经预采购500万剂，加起来1000万剂。这些如果照采购合约，本来要生产出来，那生产出来，如果我们自己国内充足，大家打的意愿勾来勾去之后，还是有剩嘛，对不对？那一个疫苗的效期是有的，又不是他们讲做蛋糕，蛋糕也有效期了哈。这个疫苗效期他说是半年，对，所以你生产出来之后，如果没有，它是不是会转正其他国家？那其他国家就要问说，那你们的 EUA 跟你们的这个国际认不认可的问题。所以终究它如果还有要往生技产业去长久的发展，要取信于国际，他还是要把第3期做完嘛，他还要送 WHO 去做相关的这个认证的准备嘛。那这些都在考验现在在台湾做的会不会被人家国际诟病说你们没有做清楚？对，这才是我觉得这个风险很大的地方。好，那现在大家当然很多人都在寄望就是郭董台积电的BNT。好，那尤其郭董我们已经看到了，他去捷克打了，他也特别跟大家报告说催货进行式啊。那好，那就是寄望他了。但问题是在今天我们又看到民进党内有一些声音出来，就是说，郭台铭的捷克之旅也直接证实什么呢？就是没有打疫苗的也可以出国。好，那破除了外界有心人说没打疫苗无法出国的谣言。我心里想说，你连这个都要扯，这什么？他们的心态是说，因为执政党的这个政策。我们在野党真的炮轰的太严重了，所以好像我们制造了假讯息，对，说以后没有打到国际牌的这个疫苗呢，不能出国。对，我们讲的是说，人家国际上的这个疫苗护照，对，他大概认可哪几个品牌？那我们现在的不管是高端或者是未来联雅，如果取得 WHO 的资料，当然就没事嘛。那你一步按部就班做完，真的取到了，我们也跟你拍拍手，觉得你很棒，台湾之光。你就是拿我们的语病，好像就是说在野党一直攻击这个国产。对。第二个呢，在野党说出国一定要打这种这个国际品牌的，所以打了高端，打了联雅没有用，去掉袋子，谁敢讲这种话？因为这是科学嘛。对，科学啊。那这是国际上面说你。这个一个 EUA 授权本来就只有效期的嘛，那你今天联雅也好，高端也好，他拿到 EUA 是到明年的6月30号，就是我们的紧急这个特别条例的期间嘛。之后你还是要成为成熟的疫苗的话，是不是还是要走刚刚讲的那个药证取得的程序？这个本来就是你们的责任，你也拿了国家的预算去做好。那今天倒过来要讲疫苗护照嘛，那现在就是说什么叫疫苗护照，对不对？人家欧盟自己，它因为国际上没有这个边界问题的这个运输上的这个界点，所以它也许用这个方式来作为大家认可的一个免疫的这个保证或者是保护的保证，但是也没有讲说那这个美国它现在要来台湾的人，他没有打他们美国的 Johnson 不能出国，也没有人这样讲啊。他也打了，可能打辉瑞，他也可能打 BNT 嘛。那郭董也去打了 BNT， 好，所以现在是问执政党想要用这句话来干嘛？想要来讲所有的问题都是在野党呢，一直去这个质疑国产，一直去打击国产，所以不愿意看到国家有这个疫苗国家队。请收回这句话，我们的意思是说，如果今天人家用疫苗护照不承认联雅的时候，请问执政党你拿出什么方法？你要去跟国际怎么解释他的免疫桥接合格？你要怎么跟国际讲说，这个
打过这个的人，在欧洲的这个陆路运输里面，可以从这个匈牙利一路这到法国去。你要讲的是这个嘛？你帮国人解决问题，怎么把问题又丢回好像这个在野党处心积虑要打击国产，完全没有要打击，但是还是要请你面对现实。国人出国的时候，人家会问的可能是你打的哪个厂那个牌的疫苗。那人家那个中国打的是科兴嘛，对，跟国药嘛，对，他们那2支是有 WHO 啊，所以他们的国家不用去解释。那我们要不要解释？我猜是要了啊，所以还是请执政党要谦虚一点啊，执政党责任重，但是在野党不会无的放矢，也没有必要去打击国产嘛，所以我相信大家是有这样的一个共识，只是你的行政程序有没有到位，你有没有放水，对，你有没有透过。因为总统说要让他8月打到国产，所以你们就开绿灯嘛。大家质疑这个有错吗？请你们说清楚。